枪与刀剑不同，柄长8指，握尾端呢发力便虚，应握中段。先试试。自从苍北帮进城后，表姐便嚷着要学习傍身之术，没想到却只有陈家能入她的眼。这点我相信陈家，不至于害了表姐。没事吧？来吧，总得把怎么拿枪教会你，别再伤了自己。这枪有拦、拿、炸3个基本招式。你对陈家如此有信心，这几招，那不如我们就打个赌，看看彼此看人的眼光。那就半年为期，看看夫人能不能赢好了。好，手握中段，靠后点，手腕压下来，拦、拿、炸。拦，拿，炸。你是我教过最笨的一个。那你还教过几个别家的聪明小姐啊？我没教过别家小姐啊。这个叫倒麦穗，这是破竹草，呀，这是甩凉绳。哎，这几招不错。要你管，还有好多招呢。你还教过哪家的小姐啊？我没有啊。教过谁？啊？教过谁？苗小姐，二公子啊，这么巧啊？你先擦擦汗吧。哦，这已经是你第2次送我帕子了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哦，这是你的铺子啊？是啊，我正好要看看我的苗圃，你要跟我进去看看吗？嗯。走，这边。就是这儿了。这些都是你自己种的？对啊，趁着夜路种一些我新发现的作物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是西洋来的番豆，地上开花，花落后枝条垂入土里，长出果实，吃了以后口齿生香。这个我倒听说过，在南方，因它落花而生，被叫做花生。二公子还去过南方呢。以前有个叫月里的西袭，是南方海边的人，不过已经不在了。我第一盆种的花生送你。我正如这花生一样，虽然长在地里，周围一片漆黑，但终究会开花结果的。谢谢。夫人，吃口饭吧。你先吃吧，我还有点账没对完。这都是你做的？怎么一下子做这么多菜啊？这2天夫人辛苦了，犒劳一下你。做了这么多，我又吃不完，岂不是浪费了？
只要夫人喜欢，就不浪费。若是吃不下太多，我以后每道菜少做一点，每道菜吃一口也好。我会做的菜可多了，我想你通通的尝一遍。你急什么？来日方长啊，以后慢慢试就好了。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哦，还有这个。京中几十个铺子，13省里，北有铁矿，南有窑厂，西有盐田，东有茶庄，就连这山高水远的澎湖，还有几条大船。你这么有钱啊？难不成你以为你嫁了个华而不实的穷丈夫？祖父和母亲生前担心我少居异地，在京没有倚仗，便早早为我置了业。你平日里行不过单价，酒不过2钱，4季里的衣服就那么几件。我自小行伍，没什么奢靡习性，正好我手下的铺子也一直闲着，转移到你名下，也方便你打理，用在招文书铺也合适。全都转移到我名下？我还请我们家大掌柜来帮你打理，这样你可以和我一样，做个甩手掌柜，不必操劳。燕堂，你怎会突然把这些财产都转移到我名下？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你是府上的当家主母，这些礼仪由你掌管。我早就想上交私产，正好我也清闲一阵子。要是能有2、3个孩子，常伴左右，就更好了。对，我给你生个女儿可好？好啊，只要你喜欢。世子让我们在府里守着，你就别在境外圣旨了。不行，今天就算是大帅来劝，我也要把一切都告诉夫人。那好，你去吧，顺便想好是喜欢辽东采石，还是浮艇捕鱼。世子赶你出府时也好有去处。去吧。那怎么办？他今日独行无踪，明日千里探案，咱们就纵着他胡来。以他现在的身子，指不定哪天就倒在外头，找不回来了。别胡说，谁找不回来了？夫人，夫人，卢院判的方子我都看过了，也为燕堂把过脉了。他的脉象奇特，说不出问题出在哪里，但肯定不对劲。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？属下不知。夫人，既然卢院判说没大碍，那肯定就没问题，是吗，陆明？哦，对，是。什么惊喜？如此神秘。马上就到了，小心。好。好了，可以睁眼了吗？睁开吧。
这是。你坐下。这是我们出狱时一起看的《罗山记》。戏里的徐继祖师母仇父，亲缘断绝，的确不行。所以，我给他写了个团圆的结局，瞧瞧看。可是不幸缠绕了他一生，令他魂梦难安。这上半者命定般的悲剧，难道还能圆回来？总有办法。时光倒流，一切从头。旧家破碎，虽不能弥补，但人生不只有上半者，人也不只有一个家。所以，我为徐继祖写了一个所爱之人。他们有了新的家，一个将一切风雨与苦难阻隔在外，千金不换，坚不可摧的家。燕桃，我们也给彼此这样一个家吧。经历过苦难的人，更懂得如何珍视。两个破碎之人，更能拼凑一个完整的圆。看官，能开场否？什么情况？少国，你想要的日子是年华浊酒，与世无争。我曾以为我可护你现世安稳，但是现在我做不到了。我如今有的只是杀戮和仇恨，得罪了半个朝野，翻天覆地。我知道，我愿意陪着你，生死无悔。翻天覆地，终有今时。待这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们就去寻个世外桃源，再开个学社。我教文，你教武。春来赏花花船，秋来你就打猎天蚕。我们的孩子不会受我们受的这些苦，儿孙满堂，白头到老。寿果，我知道你最大的愿景就是过好这辈子，所以你放心，我会为你扫清一切障碍。但是不论你的人生有好与否，你都可以过得很好。没了你，我怎么能过得好呢？我有点不舒服，我先走了。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我想听你亲口说。寿果，你只要相信我，我能许你的是我的一生，可你的一生还是需要你自己。只要我们一直在一起，你的一生便是我的一生。为何要分出你我？寿果。
相信我。开场了吗？不会是散场了吧？赵姐姐，寿姑，好小子，木刀都能砍出这样的气势。明年直接用真家伙啊！但你要注意，这个刀一定要拿稳，往下劈啊！接着练。哥哥，孩儿给你留了一块桃花酥。学儿韬光，勿养其墨，教他送墨可好？好啊，默默。戏很好，可惜是出悲剧吧？倒也不见得，人们爱看戏，正是因为在戏里，无论是多大的恩怨，都会有团圆收尾。倒是人生，比戏里更难如意。盖的是鼓槌。此等兵器时点，小姐都知道，莫非是男扮女装？巾帼不让须眉，小女斗胆摄负公子之心，不知能否得中？小女斗胆摄负公子之心，不知能否得中？3年。1年。1年以后，我命数将尽，圆满便破碎，得到复失去。难道你瞒着我，就不是破碎，不是失去了吗？如果你的性命只剩下1年，那我们就做尽1年的夫妻。如果1年后你真的会死，那无论现在我们是合是散，未来我都会陷入讨教。所以我更不能放手。这1年的时时刻刻，我们把1日当成1年，1年就是我们的1辈子。我不会让我的夫君面对生死之时心里孤单无依。
曾为梦魇所困，总有一个女子替当执意。后来我意识到，那人便是你。你是我活出命，也要守护的人，此生不渝。红鸾星终究还是亮了。等你半天了，你怎么才来？建明哥哥不是要一同看戏吗？这戏都过一半了。以前在田庄，总说你们傻，看来最傻的是我自己啊。你这好，这知己情谊难道就比不上男女情爱吗？你这是怎么了？从未见过你这般神色。什么情爱？什么知己？难道你对收姑安生情愫？展开讲讲。我哪有这闲工夫啊？体国经也，治世济民，尚需我翻手转念呢。可若这宋螳螂日后让窦昭伤了心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会将窦昭带走。这戏真无聊，你们也看得下去？怪人，别理他，我们看戏。国公安好，上尉让我给您带了一样东西。昔年齐景公为了讨小儿子欢喜，甘愿当牛被牵着。敢拿孺子牛的典故拿孩儿来要挟我，岂有此理！国公息怒，当心伤着了您贵体。上尉希望国公把嘴巴永远闭上。好，我就给你们当一回牛。世子，夫人，这个丫头在仪之堂后门鬼鬼祟祟的，让我们给抓住了。世子饶命，奴婢不是歹人，只不过夫人没了后，国公放奴婢归乡，奴婢是来府里讨要些盘缠罢了。夫人，你是李咬娘的丫鬟。你既是李咬娘的丫鬟，那她死的时候你在做什么？那天晚上，二公子来找过夫人，我被叫了出去，没在院子里伺候。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。第二日一早，李夫人就上吊了。你是说，李咬娘死的前一晚，宋汉去找过她？怎么连一只猫都看不出？到
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已经差府里的所有小厮都去找了。快找！没有那只畜生，我怎么吃饭？是。此前就听西厢园的丫鬟说过，宋汉有每餐前先喂猫吃饭的习惯。现在看来，此事没有喂猫吃饭那么简单。此事我来处理，你不要插手。姓双，我说了。哥，汉地的猫又跑到一只堂了。是，它就是调皮。听说你一天没吃饭了，很少有人为了一只猫茶饭不思。养久了，难免有感情，加之我近日胃口不佳。我母亲的死，有没有话要对我说？哥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哥，哥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，哥。我再问你一次，关于我母亲的死，有没有要说的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母亲是被谁毒死的。我从来都没说过母亲是被毒死的。你的认罪书上，我不愿再看到半句谎言。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也是我见你的最后一面。哥，停手吧！哥，不愿写我，我有一死明志。世子，真的和我没关系，是母亲。那日父亲让我给母亲送药，我不疑有他，就给母亲送了去。我也是待到母亲去世后才知道，我给母亲送的全是毒药。我把爹把我也毒死，所以才用猫屎毒。我不敢告诉柯世英，我怕这个家就此散了。送二公子回去。是。脉象非常稳了，不知是不是毒素已侵入脏腑，我这就叫人去请卢渊判。哎，
没事，不必大费周章，只是气血上涌所致。对了，我从西厢园的账本中发现了内院的账册有缺，便叫陈先生拿着我的牌子去惯用铺子一一询问，得知在你母亲病重时，府中的确购买过多次甘草，且每次都量大得很。这和当初的推测一致，母亲病重是甘草所为。气下如今疯癫，必然和母亲的死有关系。只要气下清醒，便知当时真相如何。你打算如何处置宗翰？或许是我错怪他了，他只是个被吓怕了的孩子。爹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？她可是我娘。她根本就不是你娘，和舒瑶，我们一家3口才是真正的团圆。如果不是因为他们，我就不会是见生子。我是母亲的儿子，我是李老娘的儿子，李老娘她不配。浩儿，可我到底是……李夫人慎言，国公府2公子这条路是你们选的。母亲，何要？我本能做个忠孝礼义俱全的好儿子、好弟弟，可如今日日难安，危险还死。母亲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您最疼爱我了，我做错什么事情您都不会责怪我，这次也一样，对不对？二爷说的对，是我想的浅了。我不是亲生子，我是英国公府2公子。苗姑娘，2公子他已经几日粒米未进了，他还是见药就砸，见人就赶。苗姑娘，要不然您还是请回吧。你出去。这个是雪花饼，以10分上等的白面蒸熟，用黄油焦色入饼，吃一口软糯香甜。这个是椒盐饼，白面2斤，香油半斤，盐2两，椒皮回香，捏薄入炉，吃一口香辣可口。这个是芋饼，以生芋泥和糯米粉为饼，加之一些糖豆沙，可好吃了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还有好多饼，韭菜饼、白酥烧饼、糖油饼，反正肯定有你喜欢吃的，你看看嘛。你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这个药太苦了，我就不陪你喝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宋末查案有功，朕心甚悦。
着姬无畏指挥使，特赐持剑入宫，御前免贵，钦此。谢陛下隆恩。圣上，还有第二道圣旨，世子自己看吧。啊，公公这边请。怎么了？宋玉春上书，自认以权谋私戕害无辜，已在狱中中病而亡。汉帝到底年幼，短短10日连丧考妣，的确难以承受。连丧考妣的，可不只有汉帝。我与宋玉春最后一面，已将今生的父子情分了结。从此，我只有亡母，没有亡父。葬礼结束后，此事就算告一段落。汉帝的事，你想如何处理？宋玉春对不住我母亲，汉帝终究是被无辜牵连，就让他继续住在西厢院吧。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涵儿啊，爹不能陪你很久了。以后这世间的路，你要自己好好的走。爹给你一个忠告：远离朝堂，做一个凡夫俗子。凡夫俗子那么好，你怎么非要当英国公？你自己一败涂地就算了，凭什么剥夺我向上爬的权利？爹，都是为了你好啊！你何曾为我好过？若不是你非要将我的身世告诉我，怎会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？我能有今天这副惨状，全是因为你。爹，你怎么了，爹？爹，药。爹，你这一生功过平平，死得其所，为今之志，就由我替你完成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敕曰：原英国公宋宜春因罪罢黜，身死过宵，其长子宋默至德忠贤，辅国以礼，袭爵英国公，及其窦昭封英国公夫人。国公夫人，国公夫人。燕堂啊，这以后府里上上下下的可都仰仗你英国公了啊！哎呀，说这话就见外了。咱们自家看大的孩子，安能不孝顺咱们？大伯母，咱们从前好像没那么亲近吧？
侄媳妇儿，我特意让人给你做了几身新衣服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记忆里程，国公夫人还有要事要忙，先行告辞。三叔母，我替嫂嫂向伯母、叔母道歉。哥哥刚册封为国公，想必府内有许多事务要忙。都招以为他是谁呀？狂什么狂？不知道他英国公夫人是怎么来的，还不是那个宋墨到牢里逼死他爹。哎呀，好吧，你少说两句吧。这夫妻俩，往后可没咱们好日子过了。宋母不除他，终究是个隐患。朝堂上不便做的事，便从内宅下手。辽东的雪灵芝300年一株，可生死人肉骨。燕国公夫人绘制兰楔，既然不能为盟，那就只能嘴皮上。谁可曾了绝？